今天世界杯出了件邪门的事儿，一口气儿有2支队赢了球，却照样得卷铺盖回家。一个是厄瓜多尔2-1掀翻了夺冠大热的德国，另一个更猛，是土耳其在客场补时绝杀，3-2把东道主美国都给赢了。可你猜怎么着？这2支赢球的队赛后双双被淘汰，反倒是输了球的德国和美国照样小组出线。今天3个组小组赛全部收官，6场踢完，看点一大把。但最拧巴、最该头一个落的，就是这2出贏了球還得回家的戲。咱從厄瓜多爾說起，先說厄瓜多爾對德國，賽前幾乎沒人看好厄瓜多爾，為啥？德國那可是頂級豪門，世界杯拿過4次冠軍，常年的奪冠熱門，球員一個比一個金貴。厄瓜多爾呢，南美洲一支不大不小的隊，平時存在感不強，紙面實力差了一大截。比賽一開場，劇本也照着德國寫。開場剛到第2分鐘，德國那位大名鼎鼎的邊路快馬薩內逮住機會，一腳就把球打進了。德國1-0領先，看台上的德國球迷那叫一個美，心想這球穩了。可厄瓜多爾這幫南美小伙子一點沒怵，僅僅過了7分鐘。第9分鐘，他們的安古洛就回敬一球，1-1把比分扳平了。這球一進，場上的風向就變了。厄瓜多爾越踢越有信心，德國反倒有點慌。到了下半場77分鐘，厄瓜多爾的普拉塔又捅進關鍵一腳，2-1反超了。剩下的時間，厄瓜多爾全隊玩命防守，硬是咬着這一球，把強大的德國給贏了。中場哨一響，厄瓜多爾的球員激動地抱成一團，他們贏下了一個世界冠軍級別的對手，贏了奪冠大熱，按說該擺酒慶祝吧。可問題就出在小組賽的算法上，世界杯小組賽看的是3場踢下來總共攢了多少分，贏1場得3分，平1場1分，輸了1分沒有。厄瓜多爾今天雖然贏了，可前2場沒踢好，分沒攢夠，3場下來只有4分，在小組裡排第3，差了那麼一口氣，還是得回家。而德國呢，今天雖然輸了，可前2場贏得穩，攢了6分，照樣是小組頭名出線，贏的回了家，輸的晉了級。這就是足球最迷人也最殘酷的地方。同一時間，這個小組還有一場，科特迪瓦2-0拿下了庫拉索。這個庫拉索才是今天最該好好說到的一個角色，他是這屆世界杯最大的一個童話。庫拉索是個啥地方？它是加勒比海上的一個小島，挨着南美洲委內瑞拉的北邊海岸。在政治上，它歸荷蘭管，是荷蘭王國底下的一個自治國家。你可以理解成荷蘭的一塊海外領地。這麼個地方有多大呢？全國人口加一塊才15萬出頭，比咱們國內隨便一個縣城的人都少。就這麼個巴掌大的小島，這回頭一回打進了世界杯，而且一上來就創了個記錄，它是世界杯歷史上所有參賽國裡人口最少的一個，把之前那個30多萬人的冰島都給比下去了。帶隊的還是位荷蘭老帥，叫阿德沃卡特，執教經驗豐富的很。這支隊裡的球員大部分其實是在荷蘭出生長大，有庫拉索血統的，湊在一塊兒，硬是把這個小島送上世界杯的舞台。你說神奇不神奇？所以別看他們今天0-2輸了球，小組墊底回了家，對庫拉索來說，能站上世界杯這個舞台本身就已經是天大的奇蹟，他們的名字已經寫進世界杯的史冊了。再說回贏球的科特迪瓦，這是支非洲球隊，實力不俗，隊裡的邊鋒佩佩今天狀態火熱，一個人就梅開2度，獨中2元，幫球隊2-0拿下庫拉索，穩穩以小組第2的身份出線，跟着德國一塊晉級。科特迪瓦這一出現也接上了昨天的茬，昨天南非、摩洛哥給非洲足球爭了光，今天科特迪瓦又頂了上來。非洲球隊這屆世界杯是真的支棱起來了，越來越有競爭力。說完厄瓜多爾，咱再說今天第2出贏球回家的大戲，主角是土耳其。
土耳其今天碰的是這屆世界杯的东道主之一美國，這場球踢的是真叫一個蕩氣回肠。美国在自己主场作戰，開場第3分鐘就由後衛特拉斯蒂搶點先拔頭籌，1-0，東道主開局夢幻，滿場星條旗。可土耳其不是軟柿子，第10分鐘，他們那位天才中場居萊站了出來，先把比分扳平。緊接着土耳其又踢進一球，反超了美國。美國到了下半場也没放棄，扳成2-2，眼看這場就要握手言和了。結果到了补时的最後时刻，土耳其的艾汉在门前一捅，皮球应声入網，3-2。土耳其硬是在客场在补时绝杀，把东道主美国給幹翻了。滿場的美國球迷全都看傻了眼，偌大的球場一下子鴉雀無聲。可這麼一場蕩氣回腸的勝利，土耳其換來了什麼呢？啥也沒有，他們還是出局了。土耳其前2場全輸，早早就沒了出線希望。今天這場贏得再漂亮，也只是給自己挽回一點尊嚴，找回一點面子。這是今天第2支贏了球卻回家的隊，跟厄瓜多爾是一對兒，難兄難弟。而輸球的美國呢，靠着前2場攒下的家底，穩穩拿下小組頭名，照樣進了32強。東道主在大局已定的情況下，最後一場有點鬆劲，陰溝裡翻了船，但出線沒受影響，有驚無險。這個組另一場，巴拉圭和澳大利亞0-0踢平，澳大利亞靠着這一分拿到了小組第2，跟着美國一塊兒出線。這兒多說一句，澳大利亞雖然在地理上離咱們亞洲挺遠，但人家這些年一直是在亞洲區踢預選賽的，算是咱們亞洲大家庭的一員。所以今天亞洲球迷又能多高興一會兒。說到亞洲，今天真正給亞洲長臉的是日本。日本今天對陣瑞典，前田大然先為日本进了一球，可惜後來被瑞典的埃蘭加扳平，1-1握手言和。別看只是個平局，這一分對日本特別關鍵。3場小組賽下來，日本2平1勝，1場沒輸，穩穩以小組第2的身份出現。日本這支隊是這些年亞洲足球的一面旗幟，他們踢球不靠1-2個大牌單打獨鬥，靠的是整體，傳球跑位特別細膩，滿場飛奔不知道累，碰上再強的对手也敢跟你正面對攻。就說這屆小組賽，他們頭一場碰上歐洲老牌豪门荷蘭，硬是踢了個2-2平手，一點沒怵，真有2把刷子。同組的荷蘭今天3-1拿下了突尼斯，以小組頭名出現。荷蘭這隊大家都熟，號稱無冕之王，歷史上拿過好幾次世界杯亞軍，實力一直在線，豪門到底是豪門。倒霉的是突尼斯3場全輸，墊底打包回家。還有支瑞典，雖然今天平了日本，但小組排第3，能不能搭上最好第3名的末班車，還得看其他組的臉色，先懸着。行了，今天6場全踢完了，老馬給你把賬算清楚，直接出線進32強的有6支队：美國、澳大利亞、德國、科特迪瓦、荷蘭、日本。打包回家的有贏了球的土耳其和厄瓜多爾，還有庫拉索、突尼斯。另外巴拉圭和瑞典都排自己小組的第3名，命悬一線。能不能搭上最好第3名那班末車，得等其他幾個組都踢完才見分曉。把今天这一整天連起來看，有幾個特別有意思的門道。頭一個也是最扎心的，贏球出局，今天來了一對兒。厄瓜多爾贏了德國，土耳其贏了美國，倆贏家雙雙回家。這給每一個第一次看球的朋友上了最實在的一課。世界杯小組賽拼的是3場加起來的總分，單獨一場贏得再漂亮，也頂不過總分高。平時穩穩當當多攒分，比關鍵一場的靈光一現重要得多。這道理擱咱們過日子也一個樣，能笑到最後的，往往是平時一分一分穩穩攢下來的那個。第二個，東道主美國今天陰溝裡翻了船，輸給了一支已經出局的土耳其。這其實是小組賽末輪經常發生的事。出線已經穩了的強隊容易鬆一口氣，留點力氣，而那些已經沒了希望的队反倒光腳的不怕穿鞋的，
玩命來拼最後的尊嚴，常常能咬你一口。好在美國底子厚，前2場贏得穩，這場輸了也不傷筋動骨，出線沒受影響。第3個，這一天小隊和黑馬的故事特別動人。庫拉索，一個15萬人的加勒比小島，來了世界杯就是贏家。非洲的科特迪瓦穩穩出線，亞洲的日本不敗晉級，澳大利亞也跟着擠了進來。大球隊有大球隊的穩，小球隊有小球队的燃，這就是48支队的世界杯，比哪一屆都熱鬧，故事都多。最後說说大家最關心的32強的对阵，今天又定了幾對好戲。今天出現的日本，下一場要碰一個大魔王5星巴西，那支拿過5次世界杯冠軍，這屆又是奪冠大熱的桑巴軍團，日本能不能爆個冷，把巴西也掀翻，太值得期待了。另外，东道主美國下一场对波黑，头名出现的荷蘭要碰上届杀进4强的黑馬摩洛哥，又是一場强强对話。老馬最後給你撂個預告，今晚到明天上午又有6場好戲開打，是接下來3個組的收官戰。我給你挑2場最值得熬夜看的。頭一場挪威對法國，法國是這屆奪冠大熱的超級豪門，可挪威手裡攥了一張王牌，就是那個進球跟喝水一樣的哈蘭德，這是豪門整體和頂級殺手的硬碰硬。第2場烏拉圭對西班牙，西班牙這2年風頭無兩，烏拉圭是南美出了名的老牌硬漢，這倆一碰，誰能拿小組頭名，懸念拉滿。對了，還有個佛得角，又是一支頭一回打進世界杯的小國，跟今天的庫拉索一樣，能不能再給咱演一出小國童話？給你留幾個問題琢磨琢磨。法國對挪威，你覺得是法國一邊倒地大勝，還是哈蘭德能帶着挪威爆個冷門？西班牙和烏拉圭這場強強對話，你壓誰笑到最後拿下小組第1？評論區寫下你的預測。這些比賽今晚就開打，明天下午老馬再來跟你挨場復盤。還有啊，等小組賽全部踢完，我做一期黑馬大盤點，淘汰賽到底怎麼打，我下一條專門講規則的視頻裡給你嘮明白。今天就先到這兒，最後再問你一句，厄瓜多爾和土耳其都贏了球還被淘汰，你覺得這規則到底是殘酷還是公平？評論區聊，敢預測敢站隊的才是真球迷。我是第一次看球的老馬，咱們下一場見。